非洲探险初体验，阿三悟第一次感觉到生命的渺小和单纯。阿三悟说，生命在需要的时候，只有勇往直前。非洲的生命使我忘记了自己。阿三悟在寻走各原住民部落时，观察到族人黑亮肌肤在艳阳照射下，仿佛是镜面一样。当他们在行动的时候，周遭景物投射脸上和身体的其他部位，产生一种带着风景走的趣味。在深入西南非沙漠采矿的废屋篱笆上，阿三悟看到阳光强烈的投影，想着自己可以用影子来表现阳光，表现光和影子鲜明的对比，轮廓刚柔有别，足以显现强而有力的生命力。据此发觉人的脸经阳光折射所浮现的线条锐利如刀削，他将这些物象与阳光接触的印象创作于画布上，借着强烈短促的笔触、粗犷有力的线条和简约意象的造型，建构个人崭新的绘画语汇。不论是在海边还是沙漠中看到的海市蜃楼，还是在撒哈拉饱尝艰险与炙热肆虐之后，竟然让阿三悟意外获得创作的新生命，那就是来自阳光的启示。阿三悟从这里获得艺术的启发，让阿三悟创造了属于他的阳光系列。非洲回来的阿三悟首先在国立历史博物馆展出，当时的南非大使杨锡坤先生更是莅临揭幕致辞，分享他对于这次以非洲为背景的展览有深深的共鸣。当天，《中国时报》创办人余巨忠先生接夫人也到场指导。他问阿三悟：“你画这种画有人买吗？”阿三悟回答说：“没有。”他随即订购2幅，给阿三悟很大的鼓励，并且把阿三悟的非洲日记18天连载刊登在《中国时报》的第3版。在当时尚未解除报禁，报纸只有3大章，3版又属于焦点新闻版，有此机会可以说相当不易。有一年，联合报办了一个艺术归乡这是正好1980年我刚非洲第一次回来，那时候有个很有名的记者叫曾昌华，他就说，海山赶快就我们这个联合报艺术归乡，就把很多现代的艺术家到乡村陶冶、头城啦、中立啦、屏东这样展览，因为这些地方通常没有展现代化嘛，那么明后天就到罗东了，你刚回来赶快拿一张。那时候我就画一张非洲这个女孩，就想好吧，就拿去联合报，就把我送到罗东。那我就跟我爸爸说，打电话回去说，我有参加一张画在罗东可以展览可以去看。那大家都很得意啊，因为我爸爸也还爱面子，说找一些朋友来吃饭，然后去看。看完以后，我想我爸爸大概觉得说很满意。结果朋友跟他讲说，来天天好心我要熊拜所以他就跟我讲说，你以后不要再拿画回来展览。他说让我觉得就更小。展览的期间，阿三悟也结识了很多新朋友，最特别的莫过于与谢坤山的结识。一位毕业于文化大学老师向阿三悟介绍，谢坤山表达想跟阿三悟学画。阿三悟正在想他身障的状况如何作画时，只见他笑嘻嘻的，非常乐观开朗。从此以后，不断拿作品给阿三悟看，非常用功，而且是点一知识，一点就通。谢坤山少年时在职场因高压电导致失去双手和右小腿，后来又遭遇右眼失明，但他仍然克服身体障碍，奋发向上。他现在不但是有名的口足画家，也是设在瑞士的国际口足画家协会5位董事之一，是唯一来自亚洲的董事。他每年也会交给协会一幅作品，作为印制卡片出售之用，备受国际艺术界的喜爱。谢坤山是阿三悟所认识的障碍最严重而毫无障碍的人。起先他居无住所，因为努力的事迹传开，许多大企业请他演讲、出版自传等书籍。他跟阿三悟说，我身体还剩下什么就用它。他没有靠别人，而是靠自己的力量一步步向前走。阿三悟和谢坤山的接触往来，觉得他的观念与气度似乎没有任何做不了的事。每当阿三悟处于情绪低潮时，总会想起他的人生经历，并且以他为师。不仅如此，阿三悟在教育我的时候，
也时常以谢坤山叔叔为例子提醒我，没有做不到的，只有不想做的。这趟非洲行的期间，阿三悟除了要感谢家里的亲戚长辈们帮忙照顾家里正在就读小一和小二的一对儿女，更是有好朋友李地方、佑口他们全家的关心和协助，也会支援阿三悟创作时所需要的材料和日常所需。他是日本花道草月流的老师，也是陈进辉老师的学生。他和夫婿朱信佑董事长在很多展览帮助阿三悟，不仅自己购藏，也推荐给朋友。自己的家里和亲朋好友的家里都挂着阿三悟的创作。更开心的是，她的婆婆朱成兰女士在每个展览和演讲都会到场以表达热情的支持。她的同班同学林秀芝女士是新竹化工的董事，也收藏很多阿三悟的作品。在这次到非洲探险采艺时，她跟阿三悟说：“你去非洲画的第一幅画，我定了。”阿三悟的创作人生因为有这样的朋友们而显得丰富，也让阿三悟在艺术路途上感到无比温馨。